气节，披霜雪狂沙再逐鹿，听风起关羽用剑箫声，破苍穹号令于星河九重，稳定不倒的巅峰。凭剑滔天，不知如红星月染，千秋梦，分舟起浪淘沙华。听说人宿命，追寻天地间尘是水，相同流，愿人间姹紫嫣红，七节山庄采君手。姐姐当年在祖师陵墓试炼，却遭遇上代剑神沈梦天的毒手，理由居然是替我斩断凡人的情感羁绊，而我也因沈梦天觉醒了剑神之力，成为了没有感情的神。这里好黑啊！你家谁家墓地灯火通明的？但这也太……不，来！这里头竟然这么深！小心！好险，我们可得谨慎点儿。师傅的轮椅，师傅！师傅有危险！我相信你是错的，我才是对的，因为剑神选择的是我。不，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成为剑神。不错的剑力，还有一把。哟，看来你已经找到助你斩月的灵剑了。拦住他们！是。还是没明悟，剑神可不会被尘缘所困。我向前探过，越向前，剑阵越是密集。不愧是沈家人试炼之所。再来！不信了！剑灵？什么灵？没事，自己人。啊！你的自己人！你见过追着你砍的自己人吗？老苏，快闪闪高一点呀！沈振一让所有剑灵必须保护这丫头。
而你居然能反抗剑神的禁制，怎么做到的？快传授于我！沈振一，我并非他的剑灵。啊！师傅，剑灵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奉剑神令，来此除灭你二人。巧了，我也奉了剑神令，要保他周全。哼，沈振一这死人脸，别不是被人篡了剑神之位，还要连累于我吧？自从成了剑灵，就再也没杀过人，还真是怀念呢。那就好好打一场吧！炎火太极！没用的，我和他都成了剑灵，不是活人，受伤感觉不到痛，伤势也会很快痊愈。你已经死了。1年前，赤日崖上，我已经死于沈振一剑下。他是剑神，杀我，即是将我剑灵回收到他身边，听他调遣。你是剑灵，师傅是剑神。以后再和你解释。现在好奇的是，这个剑灵是谁？剑气化语，倒让我想起了那一句“天纵奇才，千锋万刃”。她是师傅的姐姐，沈家二小姐沈云兰。奇怪，她到底奉了谁的命要杀我？别想这个了，快点去找那个死人脸。这古墓凶险异常，只有在他身边才能护你安全。炎火太极！真不负天纵奇才之名啊！剑神让你死，你是永远逃不掉的。什么剑神剑灵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只想去保护师傅。帮，就凭你这下等修为。师傅说过，我能帮他。我沈振一不收费，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我？因为你能帮我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必须去救他。我杀不掉你，你也杀不掉我。今天我们谁也别想走。让开！不让，该来了吧？放开你！你这个疯子！难得呀，沈振一安排的任务也是我所认可的。你要动他，先问过我再说。包够了吗？你这包够了就从我身上滚下去，我得去找振一。
你这是摆脱了剑神令？按理是无法摆脱的，可刚才你的剑气混入我的身体后，居然让我摆脱了控制。我是沈梦天的剑灵，你是正一的剑灵，或许是正一的剑气进入我的身体里导致的。等会儿，沈梦天，沈家祖师，他不是死了300年吗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追上去吧！正一有危险，需要那孩子的帮助。可是沈真一挑中的剑，该不会沈真一要拔剑？想打败沈梦天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可若被剑神拔出灵剑，他可能会死。啊！这也是失炼的一关吗？我还没有见过师傅打得如此吃力。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剑神的先天之灵选中的人。楚姑娘，刚才的事情你见谅。剑神令下，剑灵无法反抗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都串起来了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助他？九幽世界，每个人都是一把利剑，只是以人形存世而已。剑神可以调动所有的灵界，为其所用，所以我们才会成为剑灵。你才因为特殊被他选中。剑神的先天之灵来自诸天万界，最初选中的便是沈梦天。他曾经也是剑神，但他没有完成剑神的使命，死亡之前并封存了自己的灵犀，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蓝色微影。师傅是剑神，祖师也是剑神，那就是2个神仙在打架。我特殊在哪里？我要怎么才能帮师傅？快告诉我！师傅，别动！不要去，放开！你们快去救我师傅！我们去也只是添乱。或许能打败沈梦天的方式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正一使用你体内的陨星剑战斗，因为只有陨星剑在沈梦天所掌控的万境之外。那就用啊！你才5到6境，贸然被拔灵剑，必然会受重伤。人生死去，灵剑就消散了。若我还活着，必能帮上正义。师傅！你是无法战胜我的，因为你背离了太上无情大道。才5到6境，你怎么通过时间台的？质地虽然特殊，不过仍是一把刚刚开刃的残次品。你竟然没有拦住他！违抗剑神令的后果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不过嘛，我有违抗剑神令吗？剑神大人，自然没有。竟然和我玩这种把戏！老夫潜心筹谋一事，又在这里苦苦等待300年，岂能会在你手中？今天我就杀了你，再寻传人。我没有写入万藏剑经的最后一招。他抽走了一丝剑气。他竟然要用九幽所有的剑的一缕剑气来攻击！万剑朝宗！师傅，您不要顾及我，
牺牲我一个，保住你们，我愿意。有了青山在，这一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沈真一，你若死在他手下，我会看不起你。来吧，我很期待你的反击。我也是剑神，你能用的剑，我也能。师父，无药可救，去吧，万剑朝宗。万剑朝宗，真一只是看了一眼，就学会了万剑朝宗。万剑朝宗。亮丽，纵使是老夫唤出万剑，也需耗尽一身剑气。还要垂死挣扎吗？你不能用的剑，我也能。这是我刚刚淬炼出剑刃的陨星剑，请笑纳。太好了！我修行半生，才修成万剑朝宗，想不到。我要感谢你，教会我这个借用剑气的办法。罢了，我输了。或许你的道才是对的。可能正是我所遗弃的东西，才让你的武道超越于我。凡人情欲，柔之刃之，坚之锐之。强制你摒弃情感是我的错，只是它能成为你斩月路上的助力，也能成为无法逾越的阻碍。或许有一天，等我进入上层世界，会发现你才是对的，但在当下，你是错的。你的境界，我有点看不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是凡人的世界，你我既然身在九幽，就无法超越九幽的规则。既然不能超越，那就必须学会利用。不过，你别妄想用抽离剑气的方式帮你斩月。真到那一刻，这把剑，你还是要拔出来。罢了，我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。但愿你不会步我后尘。只是撞到头，伤势不重。走吧，姐姐，我们出去修复它。不是吧，剑神，你还打算管一把剑叫姐姐啊？我与你，不论从属关系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姐。我们这些人，只是你们剑神的武器吗？不是，我和沈梦天一样，都要完成剑神的任务，帮这个世界斩月。为什么要斩月？月亮是九幽世界连同其他世界的结界，只有是因为沈梦天。剑神的静止，沈梦天已死，
而剑灵不可离开主人，你也会如他一般。能再见你一面，足矣。你是风灵时铸造的剑，风过石响。你本该仗剑天涯，云游四方。在试剑台看到你的轮椅，还想着要不要给你带上。怎么，经脉寸断也能康复吗？大哥，这是云岚的剑，看来你已经通过试炼，拿到了后半卷的万藏剑经。没有万藏剑经，所谓的试炼，只是沈梦天的一个等待。哼，没有万藏剑经，祖师爷大费周章设下宗门试炼，难道是个笑话吗？大哥，我想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。九幽只是一个小世界，剑神曾在此中剑万把，我和沈梦天都是被剑神选中的人。我们的任务，便是展开这个世界的屏障，让这里与另外一个世界连通。哈哈哈哈！沈振一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为了独吞万藏剑经，你竟然编造出如此荒谬的故事。大哥，我曾经说过，你是接受不了这个真相的。我们该离开了。一派胡言，狗屁的真相！哈哈哈！有人曾对我说过，10年以前他亲眼目睹你跟着云岚进了陵墓。当时我还不信，可如今你刚通过试炼，身上却没有万藏剑经，你又作何解释？好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：云岚是不是你害死的？这件事很复杂，你既然接受不了真相，也就不会明白姐姐是怎么死的。她的死，的确跟我有关，但是你这是承认了，沈振一，你残害亲姐，夺走万藏剑经，今日我必将为他报仇雪恨！拿命来！沈振一，你残害亲姐，夺走万藏剑经，今日我必将为他报仇雪恨！拿命来！不必再打下去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是，我武学造诣不如你，那我就用命给云岚讨个公道。你的伤势分明已经痊愈，却一直瞒着我和爹爹。云岚把你抚养长大，你却杀了他！你这个无耻之徒！1年前我经脉尽断，神医符子通也束手无策。如今能够行动，是因为我用剑气在体内强行缩成脉络，支撑身体运作。什么？人体经脉浩瀚如烟，错综复杂，他竟然有这样强大的剑气，这样恐怖的控制力！不可能！剑气最是锋利，用来塑筋脉，没人能时刻忍受这种钻心刺骨的折磨。大哥，别再逼我了。哼，少在这里假惺惺！你都能杀了云岚，现在秘密瞒不住了，你尽管对我动手好了。看来，只有等到我斩月那一天，你才会相信我这个弟弟。哼，既然你谎话连篇，就不要怪我了。
做什么？我的手！沈真一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庄主，今日三公子成年试炼，少庄主特地命我们护卫山庄，防止三公子发生意外。他还亲自下陵墓检查了机关，兴许他是真的发现了什么线索。真一得了老祖宗的认可，开了青铜门，这是天大的好事。偏偏他就要往云岚身上去想。10年前镇一才多大，如何开得了墓地大门？又如何能害了云岚？这还不下去！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一定！是你呀，沈家的大少爷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能帮我。哼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3番5次向我传音，接着又突然告诉我云岚的事情，不就是打算利用我吗？好，你尽管利用，只要能给我力量，让我与沈真一抗衡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有趣，有趣！你若肯施舍功力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杀死沈真一。杀死他，就凭你？你的目标难道不是他？是他，但也不是他。我要的是去往更加广阔的天地。不过嘛，你确实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我怎么在床上？一定是师父带我回来了。师父已经安全了。还没把生日礼物给师父。师父，
师傅又出去了。昨天亲手做的点心，也就只有这个，才勉强算是生辰贺礼了。嗨，老苏。回去躺着吧，你伤得不轻，当心染风寒。老苏，你说师傅为什么要收我做徒弟啊？哼，他瞎呗。你不是知道了吗？就为你那把灵剑呢，不然他图你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那把灵剑真是天赋异禀，不往他劳师动众搞个选徒大典，最后就挑中个你。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剑。说真的，我有时候看着你跟着他吃苦，都觉得受罪。他神仙了不起啊，我看你不如转投我门下，咱们联手。打磨头层陈锈，需要剑体学会承受和释放力量。这泉水能修精洗髓，乃除锈良方。啊？你再想想啊，考虑一下。沈梦天，你也有今天。300年前，我败给了你，到底也没能得到前往那个世界的法门。多亏了沈真一10年前那次误闯，我才终于有了线索。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找到方法，真正的战岳飞升。有人曾告诉我，他看着你跟着云岚进了陵墓。时间太久远了吧？火法精纯，实力不错。奇怪，这种火法之前我从未见过。灼痕深浅不一，此人恐怕不止一次来到这里，是为了万藏剑经，还是另有所图呢？啊，三公子，你这是可以行走了？
陆管家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一定得禀明庄主，庄主该高兴坏了。陆管家，这是断掉的经脉，岂有恢复的道理？只不过用剑气暂时撑着罢了。大多数时候，我还是用轮椅。陆管家，已至深夜，为何行色匆匆？开山见韩志远死在了山下沈家茶楼中，死状怪异，老奴正要去勘察。在沈家茶楼被杀。近些日子，在沈家茶楼住着的江湖客被杀事件已经3、4起了，凶手分明是在挑衅咱们弃剑山庄的权威，老奴一定抓到他。我去看看。三公子可行走一事，断不可外传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是。果真很惨烈，筋骨截断，伤口溃烂。幸好头还在，不然恐怕无从辨别。剑身，外在表现为功法，剑身消失，意味着功法全无。开山剑进入房间后，有人突然袭击了他，且那人的力量应该在他之上。挣扎时，他留下了这些痕迹。开山剑消失的功法，应该是被那人吸走了。活法，又是活法。此人杀害开山剑，为的是盗取其功力。这活法和沈梦天塑像上的如出一辙。盗取功力这种功法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了。哼，旁门左道之术，就如烈阳府让弟子相争，以败者粉骨去补胜者一般。相传，有一个叫武剑先生的世外高人，便擅长夺人功法，化为己用。他曾杀死过5位绝世高手，并夺走他们的宝剑，使用这些高手的剑术，因此无人能败。只是这些都是说书人口中的段子。总之，凶手忌讳此邪功，定不可小觑。走，此事须得速速向庄主禀告。此人蹲守陵墓多年，恐怕已经得知斩月天机。为了斩月，他还会吞噬更多人的功法，用最短的时间冲击5到10境。须得加快行动了，让他提升一个境界。你是说，让我定期献一位武林中人给你，你要用他们来提升修为？可不是什么人都行的，功力越高深越好，特别是那些有独门功法的。你神通广大，竟可以自己动手，为何要我献计？沈振一已经开始调查茶楼，5到10境未到，老夫还不想与其碰面。可，沈大公子，你还在顾虑什么？复仇总要有些代价的。难道以前辈的手段
现在也打不过沈振一吗？沈振一为何年纪轻轻便晋升天榜？他是天才。资质固然重要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沈家的万藏剑经并不是九幽功法，它是从那里来的。在这个世界之上，还有另一个真气充足的世界，那里有更多功法。万藏剑经不过是沧海一粟，任意学其一种，都要强过沈振一。不过，这是逆天而行的事情，自然要付出些代价。振一说的竟然是真的？他告诉你了？他说过，他说云岚的死便和此事有关。难道什么？他就是为了那更高的力量，献祭了他的姐姐。可他在这件事上没有骗我。他是觉得你是蝼蚁，没有必要骗你。沈振一现在一定在为进入上层世界做准备。如果让他得逞，你就真成了他眼中的蝼蚁，永远无法翻身。剑在震动，他也一定在期待你为他复仇的那一天。请问前辈，如何才能进入上层世界？只要帮我完成晋级，我先沈振一一步斩越，到时我便带着你进入上层世界。你有你从上层世界学到的高深功法，还惧什么沈振一？好，就按你所说，我送人给你提升功力，你带我去上层世界。如今你沈家别院人心惶惶，那些江湖客恐怕都要离开了。你可要想一个办法，别让我这些炉鼎都跑了。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你就放心交给爹。父亲，要出去吗？是赫儿啊，我送振一，你有事吗？你们聊，不必送我。我有要事与父亲商议。哦，是茶楼凶案的调查有结果了，这些江湖人在我们沈家出事，我们一定要给人家一个说法才行。父亲听了这事儿一定高兴。如今三弟功力和身体都有所恢复，恰好又有这么多高手已经入驻咱们山庄，咱们不如把武林大会提前了，让三弟复回他天榜的名位。父亲，您看，难得你有这个心。父亲这是同意了。虽说300年来武林大会一直由弃剑山庄牵头举办，但还是有不少准备工作要做。选榜武道品阶最低，人数最多，一般放在庄外举办。地榜和天榜的排位战是在庄内的，得赶紧。不必了。开山剑在咱们沈家别院遇害，凶手是在对弃剑山庄宣战。此时提前召开武林大会，既是对凶手的有力回应，又可让武林人士都搬入内庄，对其加以保护。振一的少年侠义，真和我年轻时一个样子。都搬入内庄，还是三弟想得周全。难得振一交代一件事，我便亲自来办吧。你给为父打个下手即可。父亲，那我就先下去了。
动作快一些，都送到我书阁去。怎么，不食人间烟火的沈三公子，也会关心晒书收书的事情？山雨欲来，自然该将它们收好。哼，你已拿到庄内秘典，这些普通的书册于你而言又有什么价值？公平。你说什么？只要是我的书，我都会珍惜庇护，不以价值分贵贱，视为公平。习剑之人，只有讲究公平，才能悟透剑道，做到刚柔并济。你还要再练练。道貌岸然。你不要以为把书收进阁中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此时若碰掉一点烛火，一切都会付诸一炬。不要相信不该相信的人。太阳打哪边出来了？你来这么早？好剑，可惜你心思杂乱，影响了你的剑意。剑，我今天不想听到那个字。什么字？好，心思的心。你我的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的吧？白勺的。我们还是练习吧。我明明是人。你怎么还在想这个？女人就是善变，前脚还甘愿奉献不怕牺牲呢，现在又琢磨是不是剑的问题了。快来练习吧。师父真的只把我当成剑，没有把我当成徒弟吗？铃木一战，关键时刻你晕了过去，好多话没有听到。其实啊，沈真一挺让我吃惊的。什么意思？走，咱们去和他当面说。当面？走吧，走吧，这是你的心结，不解开会影响你的剑道。不在呀。哎，回来了。为什么没有去练？嗨，小姑娘啊，还执着自己是徒弟还是剑？我觉得你有必要帮她解开这个心结，毕竟她没看到。老苏，你让开，就让我自己来说吧。师父，我就想问问，你收我就仅仅因为我是什么剑吗？没有一点点其他原因吗？能被剑神种下神剑，证明我们在九幽界的不凡，还有什么原因啊？我让你走开啊！哎，好好，你们聊。我只能说，这次铃木大战，你太让我意想不到了。我不要，你千万不能淋雨，你的身体……对哦，你是神仙，怎么会生病呢？不是神仙，只是被上层世界的剑神选中，我无奈，必须以那凡人之躯完成神明之举。所以你才需要我这把剑，对吗？所以你收我为徒，仅仅是为了剑？是。我不后悔成为你可用的剑，只是想知道这个答案。画本里面说的那些，果然都是假的。
没有什么骨骼清奇，没有什么一眼定缘，更没有什么心诚则灵。好了，我知道答案了。我只要对你有用，就是我的福气。你要用我办什么事，我都会努力办好的。就像我在陵墓中说过的一样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怕，因为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。拔剑。你这是要试试我的功力吗？我现在才……不是问我为什么要收你为徒吗？拔出剑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答案。师傅，这……那把剑是什么？难道它在我体内？我怎么会感受到它的？是我的剑意驱动了你的意念，让你感受到了陨星剑的存在。它就一直在我的肚子里面。准确地说，是存在于你的识海当中。那就是剑神在九幽世界养的剑。剑神用人在养剑，也在用剑养人。啊，就这支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剑，能帮师傅吗？你体内的灵剑是由陨石炼制而成，不仅材料罕见，而且驱动极难。在墓室一战中，我就是因为能驱动它，才战胜的沈梦天。我和他都是剑神传人，可他却无法驱动陨星，这就是我们的缘。你能够驱动陨石，自然说明你骨骼清奇了。至于心诚嘛，你有血染的童年，人影响了剑，所以我初见你时，陨石已经锈迹斑斑。可你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，已经去锈断剑，让陨石慢慢恢复了。这就是你坚韧的心，所以你说的也都有。我和沈梦天一样，都要完成剑神的任务，帮这个世界斩月。哟，你学得怪快，竟然也可以驱动剑意了。师傅，我看到了你的内心。是的，我也无意向你隐瞒，我和沈梦天都是剑神传人。他斩月失败后，这个任务就要由我来完成。10年来，我找遍九幽，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把适合我斩月的神兵。就是我。多谢你的坚持，你让我看到了希望。师傅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。罗秉权，给我爹偿命来！交出功法，然后自废修为。不行，我和他境界相差太远。桃花间多惊鸿一瞥，宿命守护亘古岁月。悠远的风轻拂着剑身红尘的脸，沧海桑田心有所念。是梦浮云兮徒流年，可知步步为凭铁石缘。那绝独引让我生死里。雨火花间，你笑
好漂亮的剑啊！这个是给我的。这把剑叫炎阳，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好棒啊！谢谢